他是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智勇双全、低调沉稳的狄仁杰，是平凡的荣耀中桀骜不驯、坚守底线的吴克之，也是晴雅集中慈悲为怀、武术精湛的秦明。这是一位很有个性的演员，虽然很腼腆，但又十分有爆发力。长得帅的同时，表演方面也有天赋，有灵气。随着电影《好东西》的官宣，他个性鲜明地饰演了一个前夫哥，将一位表面文质彬彬、实则虚伪复杂的形象带到了银幕上，也让人再次发现了他的可塑性。他就是实力派演员赵又廷。赵又廷1984年9月25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他的父亲是著名演员赵树海，母亲则是舞蹈演员。正是这样的家庭氛围，让他从小就对表演艺术产生了兴趣，但这个兴趣却被母亲狠狠地扼杀在了摇篮里。直到一次突如其来的转学，他和父亲分开，随母亲与哥哥开启了在加拿大的生活。父亲更是赋予了他们兄弟俩好好保护妈妈的责任，他也不负众望，和哥哥轮流打地铺陪着妈妈。他更是直言，妈妈对我跟我哥来说其实有蛮像，我们对她蛮像对女朋友的，从小也都很宠我妈。除此之外，他还进入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经济专业，并顺利毕业。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真正想要的一句我不做我会后悔，我会遗憾，让妈妈给了他2年的时间。于是他回到了中国台湾，开启了自己的演艺之路。2009年，他参演了首部电视剧《痞子英雄》，并在其中担任主角，饰演了被疑有暴力倾向的警察吴英雄。这部作品更是让刚出道的赵又廷胜过了被寄予厚望的周渝民，摘取当年的金钟奖。但因为吴英雄这个属于外冷内热型的角色，大多数时候没有溢于言表的表达，更多的是内心戏、爆发戏。他本人还因为每次爆发都是咆哮式的演技，被很多观众戏称是马景涛接班人。而这也导致了另一位主角周渝民技巧表达的内容比他多很多，让观众有些不太认可这个奖项的评判。再加上颁奖环节还出现了周渝民在他父亲再三拉扯下才尴尬起身回应赵又廷感谢自己的画面。对此，有人开始质疑赵又廷的演技，也有人怀疑这是他父亲赵树海为的局。但他并没有止步不前，时隔1年连拍了钮承泽导演的2部力作《猛侠》和《Love》，先后创下中国台湾省电影史首周票房纪录和2012华语片情人节单日票房最高纪录，这也让他在两岸电影圈站住脚跟。接着，赵又廷拍摄姜志强旗下新导演韩延的第一次，并继续《痞子英雄》电影版，升级自己的偶像之路。再后来，大导演陈凯歌的现实题材作品《搜索》和陆川自编自导的《9层妖塔》邀请他担任男主角，后者更是让他获得第7届英国万象国际华语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此外，赵又廷也没有暂停在荧幕上的发展。2017年，自剧版《痞子英雄》以来，这位史上最长待机男主时隔8年出山，搭档杨幂出演古装玄幻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是他的首部内地电视剧作品。剧中他一人分饰2角，将9重天太子夜华和上古战神诺渊演得形神兼备。观众在被他整容般演技深深折服的同时，也由衷的赞叹赵又廷之后再无夜华。期间他还悄悄地客串了一把深夜食堂，饰演聋哑人马克，尤其是庭审的那一部分，他拿着小红帽硬要讲给法官听，让观众直呼真是赚足了我的眼泪。有一个漂海而后他在《理想之城》中饰演夏明一角，剧中边跳舞边唤醒 AI 的名场面是他的即兴发挥。当时没人懂夏明，他只能和 AI 交流，用乐观的方式传达夏明的孤单。再后来，他化身为问心中的东丽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周晓峰，在生死之间来回周转，将角色谨慎克制，与生人勿近展现得恰到好处。而他也通过这部作品获得了第2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影响力男演员的奖项。但这位看似全能的大男主，没想到却被中餐厅的一把火烧出了问题。节目里的他用一系列错误的方式灭火，好胜心强，且在队友帮忙的时候过于情绪化。这些操作不禁让观众怀疑他真实的一面。荧幕事业虽有起伏，但他的爱情可是一帆风顺。2010年，他与《搜索》中的女主高圆圆初次相遇，也在这部作品中擦出了火花。
甚至连导演和工作人员都看出了两人之间的暧昧。陈凯歌导演更是在《鲁豫有约》上打趣：“他们就旁若无人，200-300人呢，旁若无人。”让高圆圆瞬间害羞地把脸埋到沙发上。果然，他们一点没藏着掖着。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赵又廷大方承认了与高圆圆的恋情。起初，他们并不被看好，不仅是因为他们之间相差的5岁，更是因为当时赵又廷只是一个刚出道不久的新人演员，配不上当时已大有名气的国民女神。但赵又廷用实际证明，他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相识4年后，他们便步入婚姻的殿堂。在大众视野下，他也是毫不吝啬地展现对高圆圆的爱意，更是有了综艺《最后的赢家》中赵又廷秦霄贤夺妻之仇的名场面。听说你喜欢我老婆是吧？能配得上你女神的，也是只有我。可随着时间流逝，赵又廷在公众面前的曝光率逐渐降低了一些，因为他认为太过刻意的内容没有曝光的意义。这样的状态却是让他比较舒服的。有人说他低产，他会回答：不好的东西没有必要去拍，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做事情。事实证明，只要作品足够好，那么大家一定会记得他。在喧闹火热的娱乐圈，赵又廷像个和缓淡然的居士，绝无慌不择路的可能。也是这种水到渠成与不慌不忙的性格，让他有了属于他独有的魅力。